Hello，大家好，我是 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一期跟往期有一点不一样啊，大家看我的背景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富丽堂皇，特别的奢华？因为我刚从新加坡飞到了澳门来找我的家人。这几天我也在澳门这附近转了一下，主要是转各大赌场，感受一下这边的富丽堂皇、纸醉金迷的感觉。所以我这一次想跟大家聊一下新加坡的赌场和澳门的赌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差异。这一次我邀请到了在澳门待了差不多4、5年的家人，这是我的老妈，她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之前也在新加坡待过6年，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能和大家一起聊一下新加坡和澳门具体的差别，在赌场这方面的。大家好，那老妈，你有没有进过赌场？你在澳门待了这么久？澳门遍地是赌场，我们每天上下班路过都会经过赌场，但是呢，我真的是一次也没有进去赌过。那你为什么一次没有进去赌过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行业有要求，就是员工不可以参与博彩活动。另外呢，就我个人而言呢，可能我是一个风险厌恶型吧，我特别介意风险，所以像博彩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我是不会去参与的。我总是觉得本金最重要。你说的高风险高回报，我觉得它的风险肯定比它的回报要高很多。因为这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赌场，他就给路过的旅客免费的50澳门币的赌资，让游客去赌，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赌过的。然后我和我的老公就比较好奇嘛，我们2个人就都注册了一个会员去赌。我们2个人加在一起100块钱，赌出来可能也就20多块钱，所以你想想，这风险多大？哦，损失了70%多，对，损失了70%多的。幸亏还是赌场白送你的赌资。但是其实我玩着玩着就感觉，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输光了的时候，你特别的有那个想法，就是再充点钱进去，就想着我输了这么多次了，那我是不是得下一把就赢了的那种感觉，它就会有一种那种心理啊，就是让你特别想去把钱放进去。后来你充了吗？当然没有了，我还是意志力比较坚定的。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去新加坡旅过游，但是应该很少进他们的赌场，也有一些人其实不知道新加坡有赌场。对，新加坡的赌场藏在大型的这个娱乐场所或者是购物中心里头，而且进新加坡赌场的时候是需要给赌场工作人员查验你的护照，所以呢，很多国人可能比较介意这一点，就没有进去了。哦，这样哈。但是澳门是不需要查证件的，除非他看起来你特别年轻，感觉你是小朋友，不到21岁，才查一下证件，看看你的年龄有没有符合进入赌场的要求。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其实新加坡人进赌场的话，就是本地人进赌场，每进去一次就需要交100新币的入场费，所以就是其实你还没有开始赌，你已经输了100块钱了。100块钱新币，100块钱新币相当于人民币500多吧。那澳门有没有这个规定了？他们怎么样让本地人减少赌博？澳门这边呢，第一呢是所有游客，包括本地的以及外地游客，都是不需要查验证件，不需要交所谓的门槛费。而新加坡呢，就是只是针对国民和永久居民是收取100新币的入门费的。对于防止本地居民沉迷于赌博呢，其实两国都有采取一些措施。我虽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我的同事朋友有告诉过我，如果你在新加坡啊，你的父母家人主要是直系亲属吧，包括子女都可以去向赌场申请。其实澳门也有，澳门在2012年也出台了一个禁赌令。那么这2个禁赌令有什么区别吗？还是都是一样的？新加坡这个呢，就是家人可以去申请，本人也可以申请。澳门这边呢，就是本人申请，如果家人帮你申请的话，必须经过本人同意。那这还申请有什么用呢？他经过本人同意，那赌徒的话他会自己同意吗？是啊，所以这就是说，澳门就是更加注重就是个人的感受和这自由或者权利，就是他本人不愿意去禁赌，你家人就算想让禁止他进入赌场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本人不同意嘛。那赌徒你这不能指望他了。但是也不一定啊，为什么新加坡和澳门都有本人申请自己禁止进入赌场呢？第一，他可能有这个痛改前非的这种想法，真的不想赌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假如你有一帮狐朋狗友啊，天天就是想着抓着你一块儿去赌博，对吧？你又不想得罪朋友，
你又不想进入赌场怎么办呢？在新加坡或者是澳门，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申请一个禁赌令，对吗？下次朋友要叫着你一块去的时候，在新加坡的赌场门口，你就会被拦在外头。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如果有一群狐朋狗友想要跟你一起赌博的话，我听说新加坡的禁赌令，如果是自己申请的，需要1年的时间才可以解那个禁赌令，对不对？对，新加坡是1年以后你才可以申请解除这个禁令，但是在澳门呢，就是30天以后你就可以解除这个禁止令了。那感觉新加坡还是更严格一点。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新加坡吧，它不是和澳门这样以博彩业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在新加坡，可能博彩在经济占比中间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我听说那个赌场英文名不是叫 casino 吗？ casino 有点像闽南语的开始了的意思啊，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来头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其实我原来参加一个培训的时候，就有人这么说过，就是闽南语的开始了。就是在美国大淘金时代，很多中国的这个闽南的劳工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呢，用微薄的工资来参与一些小赌，往往就会吃完饭以后啊，就大声一喊开始喽，当然是闽南话的开始了，然后就开始赌博，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赌场叫成了卡西诺。其实后来呢，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下，这其实是新东方老师的一个段子，可能是让大家更容易记住这个单词吧。实际上这个卡西诺呢是意大利文是一个乡间小屋的意思。可能在这个乡间小屋里，大家经常一起聚会娱乐，包括赌博，慢慢的这个进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赌场的意思。其实casino其实它也并不仅仅只是赌场嘛，它也是娱乐场的意思，对吧？对啊，所以在澳门他们一般都不称赌场作为赌场，而是说娱乐场。那我每次路过这些赌场外面啊，有那种小店铺，全部都是什么大发鸭什么什么鸭，就是各种什么鸭呀。我猜测这些鸭吧，可能就相当于是当铺吧，抵押吧，就是说一些赌徒如果是输了钱的话，可能要把一些贵重物品抵押在这些啥鸭的这种当铺里面，然后获得一些资金周转，然后可能用于回家或者是继续参与赌博。如果赢了钱以后，他又可以把他的这个物品赎回。你就感觉吧，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走在澳门的路上，全部很多东西都是跟赌博有关的，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赌场，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当铺、抵押的地方，可以套现的地方。但是新加坡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新加坡的赌场不是那么起眼，它就是隐藏在那种各种各样的游乐园啊、商场里面。而澳门的赌场则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引人注目，周围的一些周边的设施，一些电影院啊，或者说那种商场，都是只是一个附加的那种感觉。对，澳门以博彩闻名全世界，所以赌场就是特别醒目、特别奢华、高大上。周边呢就遍布了就很多米其林的餐厅，大家知道吗？澳门的米其林的密度是全球最大的。是吗？这个我第一次听说。另外呢，就是赌场周边也有很多的奢侈品、名牌的大牌的商场店铺，对，还有就是5星级酒店也特别多。但是这些场所主要还是服务于博彩行业的，一条龙服务吧。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景啊，看看最近圣诞节嘛，这多美啊！到处都是装潢的，这是在美高梅里面，这个狮子啊。整个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奢华，我们没有办法进赌场给大家拍照，因为赌场里是禁止拍照的。你就会发现赌场上面全部都是摄像头啊，密密麻麻的摄像头。你还有什么想讲？其实在新加坡呢，赌场只是民众或者游客休闲娱乐的极小的一部分。比如说在圣淘沙上面有一个赌场，但是那个赌场并不大，大家一想到圣淘沙主要是想到了环球影城、海洋馆，但是很少想到是赌场。对，极少有人想到跑到圣淘沙去赌场里面转一转。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说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也聊得差不多了哈。那么大家是不是对澳门的赌场也是蛮感兴趣的呢？如果大家想要来澳门玩，那我们当然是随时欢迎的。不过大家要记住的就是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大家适当娱乐即可。
在这里就谢谢大家啦，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节目。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吧。如果有各种理财、留学、租房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的主页上找我的联系方式，直接联系我。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